多年來一直擔驚受怕的事情发生了。逃亡之初，郑耀先就说过，他们二人只要有一个被認出來，另一個就難逃一死。一夜的輾轉反側，讓林桃最終抉擇了自己此生的結局。她愛這個男人，愛自己像小鳥銜枝一樣，一點一點搭建起來的小窩。但他的存在勢必成為鄭耀先身份暴露的鐵證。嚴峻的現實面前，林桃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接下去還能做什麼？來接我，來呀！抓不到我！我來了！巧兒啊，巧兒，快，公安去你們家啦！我爸也是公安，他沒來嗎？哎呦，我的小祖宗呀！你爸算哪門子公安啊？哎呦，你爸呀，現在能把自個兒這屁股溝子給洗乾淨，就已經是你們家祖墳上冒青煙了。哎呀，君寶，你跑得快，你先去看看到底出了什麼事兒。什麼事兒？對啊，他們要自己的事了。咋了？老周，他貪污啊，還是佔了公家便宜啊？知道啊，依我看，還是犯了嚴重的歷史問題。他有什麼歷史問題？他那舊警察的身份，我早就覺得懸了。說不好，周志前是國民黨特務。哦喲，咋了？讓讓，怎麼也不可能是特務。敢不老實啊？早就抓現行了。啊，他是特務。是，臭屁不響。啥过來？哎，出來了。等一下，誰是周志前家屬？我是。他是。這小孩啊，也太小了。哎，都散了吧，大家，啊，都散了吧。這死人有啥好看的？該幹啥幹啥去。散了，走了。把屍體抬走。走了。雪，好多的雪。好多的血，啥？好多的。傻兒，你是咋了呀？咱剛把你治好，你又犯病呀？媽媽離開我的那一年，我4歲。周志前，在。你要老老實實回答問題，再學泥鰍耍滑頭，沒啥好果子給你吃。這不好的果子我也不能吃啊！我就不明白，你們要我交代什麼？能不能直接告訴我？不明白？不明白。你啊？陳局長。陳局長。周志前的老婆自殺了，消息可靠嗎？我出的現場，親眼看到的。怎麼死的？割腕了，而且臨死之前將自己的臉用剃刀全部劃破了，根本看不出本來的長相。他毀容了。老實點。對。林桃毀容的目的是為了保護鄭耀先。因為徐百川一旦指認他是林桃，就等於指認了周志前
就是郑耀先。案发现场有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林桃留下一个首饰盒，里面有一枚蓝色宝石戒指，样式普通，盒上写明要求留给他女儿做嫁妆用，别无他物。再搜一遍，挖地3尺。我看不必了。林桃是老牌特务，自杀之前会处理得干干净净，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线索的。奇怪，在我们抓他之前，他就自杀了，难道这么巧合？世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突击审讯周志前是局党委临时做出的决定，连周志前本人都不知道，他又怎么和家人私下沟通啊？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会不会是我们内部？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谁有嫌疑啊？无凭无据，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最好不要说。我没有心情去争论是非长短，我现在考虑的如何善后。不管林桃是为什么自杀，他都逃不掉被定为国民党特務的下场。可周志前，我们该给他定什么性呢？虽说他有特务的嫌疑，临时关押可以，可时间一长怎么办？不能因为他娶了一个特务老婆，我们就认为他是特务，无凭无据硬要关人，这不符合我党的政策。问题复杂了，本来想通过林桃撬開周志前的嘴，现在倒好，两頭為難。先把人扣起來再說。周志前不是當過舊警察嗎？那他就和人民肯定做不對。就憑這一點，給他定性個歷史反革命罪，不會過分吧？這還勉強說得過去吧？那就這麼定了，剩下的就看韓冰同志怎麼抓緊時間結案了。鄭耀先的內心此刻正在排山倒海，他已是欲哭無淚，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他是麻杆打狼兩頭怕，不知道該怎麼證明自己是共產黨，怕被當作軍統六哥一槍斃掉。而林桃則一直是他的死穴。徐百川一旦指證了林桃，就意味着指證了他，怎麼耍賴都再難過關。當年中共川康特委下發的追殺他的命令，字字就像一把懸在頭上的達莫克里斯之劍，壓得他幾乎窒息。周志前，坐好。說你呢，坐好。鄭耀先，你老婆已經認罪了。這轉悠了一圈，怎麼又回到這個話題上來了？要想讓人認罪，得有證據。搞右共，他只能給共產黨臉上抹黑。放肆！你簡直就是頑固透頂！你這是什麼態度啊？這還是人民的公安嗎？想找替罪羊，也不能這麼明目張膽吧？我看你年紀輕輕的，人長得歪，這心眼兒也不正。林桃已經指證你就是鄭耀先，我們想聽聽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這林桃是誰啊？你老婆呀。我老婆？我這怎麼平白無故的又多出個老婆來啊？我是個殘疾人，這輩子能討上媳婦，就算是燒了高香了，還怎麼敢三妻四妾？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剛才說我是國民黨大特務鄭耀先，現在平白無故的又給我編排出一個老婆來，這不是亂點鴛鴦譜嗎？
是我忘了。林涛现在的名字叫林云燕。这还差不多。林云燕是我的老婆。这个女人叫林云燕，也就是林涛，原国民党中统特工，代号剃刀。剃刀？你觉得很意外？不是意外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云燕怎么好不好的就成了国民党特务了？怎么又成了什么刀了？没什么天方夜谭。林涛已经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那他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的？对，你说给我们听的都是假的。这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呐！我都是听他说的呀。夫妻都能够如此同床异夢，这情何以堪呢？他的历史当中也包括了你。他曾受中统田湖的指派，进入渣滓洞看守所色诱你，继而想要除杀你。除杀我？田湖？这怪兮兮的名字，这中统为什么要除杀我呀？我也不是汉奸。抗战的时候，我还得过勋章呢。为什么除杀你？因为你是军统六哥郑耀先呀。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回到这上面来了？林云燕是国民党特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想让人低头認罪，得有證據，指鹿為馬，這怎麼能讓人服氣呢？我就是一個本本分分想居家過日子的小老百姓，你們不去抓特務，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這我就不明白了。咱們共產黨是要專誰的政啊？是要替國民黨專老百姓的政？我看還是不說了，直接上省委，上中央，去找毛主席把話說清楚。我相信毛主席他就是我的大救星，他會替老百姓做主的。你不是不愛說話嗎？咋變得這麼油腔滑調的？這狗急了都跳牆，那人急了，我還能沒點脾氣啊？鄭耀先，鬼子六，你個王八蛋！看你這一臉無辜的樣子，連我都要相信你就是那個被蒙蔽的受害者。可你是受害者嗎？袁副主任，我的確是受害者。住口！知道曾默儀嗎？知道江心嗎？知道陸漢卿嗎？這幾個人的名字我不熟，沒在檔案上看過。裝蒜！事到如今你還在裝蒜！曾默儀沒死在你手裡嗎？江心沒死在你手裡嗎？還有陸漢卿，不就是你讓手下把竹籤子插進他的腦袋嗎？你知道我是誰？你是袁？你知道他是誰？我是曾默儀的上級領導，他是江心的生身父親。我們還都是陸漢卿當年上海時期的老戰友。老陸死的冤枉，燒着他在軍統的下線風箏，死後居然連自己的屍骨都被拋在了荒郊野外。你是誰？你又能是誰？除了那個十惡不赦的鬼子六，我還懷疑你是那個變了節的風箏。我早就想知道風箏是誰，問過陸漢卿，也問過還在延安時期的江副政委。老袁。
六弟，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呀！没想到哥哥也有出卖你的这一天。谁让哥哥有儿子要養呢？病從薄處破，血濃於水，血濃於水呀！哎呦！金牛，你行行好，我女儿才4岁，我晚上不能不回去睡觉。这晚上不回去睡觉，我老婆还以为我外面有人呢。金牛，不是，同志，哎，同志，你看你放我回去吧，同志。回不来了。个死龟儿子，是不是我撕烂你的嘴呀？他爸回不来就回不来了呗，他住我们家不就行了？我娃娃不是傻儿，就可怜了咱乔儿了。这刚没了妈，可千万别再没了爸呀！我也没爸没妈。你是死龟儿子，你没妈，那老娘我是谁呀？我是谁？我还能是谁呀？说我装蒜，我就是装蒜。我能不装蒜吗？我是鬼子六，我也是风筝。我是风筝，你们信不信？信吗？我听说，昨天你们回到会议室以后，周志前的情绪就不对了。难道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老婆自杀了？这不可能的。就算是夫妻同心，冥冥之中有心灵感应，也不会这么凑巧。那他是为了什么？準確地說，不是在我們回到會議室，而是在袁副主任說話之後，他的情緒才不對頭的。老袁說了些什麼？當時袁副主任非常激動，站出來質問周志前，認不認識曾墨儀、江欣，還有陸漢卿。周志前當然否認了，袁副主任就急了，說出他是曾墨儀的上級領導，江副政委是江欣的父親，他和江副政委還都是陸漢卿的戰友，他們曾經一起在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周志前就是聽了這些，情緒才不對的。對，你怎麼看？毋庸置疑，周志前就是鄭耀賢。試想，軍統殺人如麻，嗜血成性，曾墨儀、江欣、陸漢卿只是他們殺害無數死者當中的3人，鄭耀先能有那麼大的反應嗎？所以，我在想，不是這3個人的名字讓他的情緒不對勁兒的，應該是在突然之間，他知道了一個信息，讓他產生了強烈的反應。什麼信息？當時袁副主任說到了3種人物關係，他和曾墨儀，江副政委和江欣，他江副政委和陸漢卿的關係。憑我的直覺，我覺得應該是第3種人物關係。
江副政委、袁副主任和陆汉卿的人物关系，让郑耀先不安了。韩冰分析得不错，郑耀先的确是为一种人物关系陷入了深深的思索。陆汉卿、袁农和江万朝这3个名字，其中隐藏着怎樣的謎團？當年，影子是如何知道風箏的？憑借這個人物關係，作為老陸戰友的袁農，曾詢問過當時還在延安的江萬朝，後者由此會知道風箏的存在。而又因為老陸的守口如瓶，他只知道有風箏，卻不知道是誰。曾默儀的那份名單，是潛伏在延安的73名國民黨軍統特務落網，影子因此才冒險從延安給戴笠發來電報，提示他在軍統有高級內鬼。這就是戴笠口中提到的絕密。那個叫影子的兄弟，現在還潛伏在延安。前幾天，他給我發了封電報，可遺憾的是，電文剛出現"絕密"二字，就突然中斷了。也不知道他那裡出現了什麼麻煩，也許和延安搜捕那73個兄弟有關。你是想派我去一趟延安？江万朝，難道就是影子？你幹什麼呢？我想不通，我老婆她怎麼就成了國民黨特務了？你怎麼不吃飯啊？我吃不下。身體是自己的，跟別人無關。如果你真想自絕於人民，我是熱烈歡迎。咱們彼此也就省事兒。好，我沒想死啊。那就趕快吃飯。可我還是想不通啊。好，我吃啊。干什麼的？找他爸。他爸是誰？周志前啊，就在這裡頭上班的。哪個部門的？啥子哪個部門的？同志，他爸昨天一晚上沒回來，是不是被抓了？小兄弟啊，放我們進去吧！啊！這裡公安局不能隨便進。這監獄還能進去給犯人送個啥子換洗衣服的？這人民公安這咋就不能進了呢？啊！你們找哪個啊？找周志前。他不在公安局。那他上啥子地方去了？我也不曉得。這就是一點茶錢啊，他肯定是被抓起來了。這犯人，這也得蓋被子啊，是不是？老周的腿不好，你就幫個忙吧。這個要不得啊。還有，不知這是公安局啊，我真的不曉得。你們快回去吧，啊，回去吧。你們這共產黨的公安，這咋連個燈油錢都不肯收呢？這你們還幹着苦哈哈的差事，這幹啥子呢？好多血，爸爸流好多血。傻兒，
傻儿，你从昨天開始，你就老毛病就又犯了，這不是在添亂嗎？傻兒，來，看好妹妹啊！現在啊，有一些壞人，他們可壞了，他們都會在這個手上抹上迷藥，他往你這個頭上一拍啊，你就得乖乖的跟着他走啊！所以啊，看好妹妹，誰要是往他頭上拍，你就拿着磚頭，你照死裡拍他啊！來，拉着妹妹的手。這就是命啊，小姐的身子，丫鬟命。那個，你是周志強的家屬啊？他是，同志，他是周志前的娃娃，親生娃娃。這麼小啊？他有沒得其他家屬呢？一家人都散了，就剩下這麼個小娃娃。你就行行好，你就讓他見他爸一面。唉，這女兒也太可憐了，當家長的哪能幹？小鬼兒子！你這小子，敢亂砸人，先把你抓起來！你的手儿，你这公安局门口你幹啥嘢？你同志，我娃是個傻兒啊！你去問問街坊鄰居，他們都知道他是個傻兒啊！這真的，他是傻兒，同志，是個傻兒，同志，你不要抓了，他是個傻兒。2根草棍，代表江万朝和戴笠。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常態下，電台是他們之間的聯絡方式。看眼下這局勢啊，也只能啟動預警方案了，直接和影子取得聯繫，取回那份絕密情報。如果江萬朝就是影子，以他在延安公安局的工作性質，可以避免電台信號被監聽部門察覺。鄭耀先在思索，戴笠派重傷在身的自己去延安，為的是變相考察；派龔樹同行，為的是監督。那安排江欣，又為的是什麼呢？江欣既是中共地下黨員，又是江萬朝的女兒，她到底充當了一個什麼角色？聽說在紅城湖等着鄭耀先來接頭的時候，發生了一點意外。我這裡一切正常，沒有半點意外，只是他沒有來。他不來了。不是吧？我聽說你不老實，想要和他通風報信。我是跟你們一塊兒去抓他的，怎麼會給他通風報信呢？行了，你不要心口不一了。你告訴我，你在看守所走廊裡見到的那個人是不是鄭耀先？應該是。什麼叫應該是？既然你們抓了他，就說明是他。他變得太厲害了，我不敢認。我怕冤枉好人。軍統四哥的眼睛，也怕認錯人。我老矣，眼睛也花了。怎麼會不怕認錯人呢？老人們常講，年輕時眼睛越好，一上歲數就花得越快。40不花50下，還是花了好，早花早好。你怕不怕認錯自己的兒子？你會認錯他嗎？他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我怎麼能認錯呢？那你在我的位置上，會怎麼指證鄭耀先？他身上有幾處特徵什麼吧？哪幾處？1946年春天，他在去神仙洞代公馆見戴笠的路上，遭遇你們中共游擊隊的埋伏，負了重傷，差點丟了性命。胸口上有個傷疤，是醫生做手術時留下的。鄭耀先現在化名周志前，在周志前的檔案中記載着，抗戰時期他的身體和鄭耀先相同的部位都受過類似的槍傷。還有其他的嗎？你們抓住林桃了？抓住了，怎麼了？我可以指證林桃，指證了他就等於指證了鄭耀先。
林涛死了。死了？畏罪自杀，临死前还毁了容，用剃刀用在自己的脸上划得一塌糊涂，跟个鬼一样，你还怎么指证？你就是不愿意当面指证郑耀先，对吗？我指不指证有什么意义吗？他是不是郑耀先，一个大活人站在那儿，这你们比我更清楚。就算他是老六，又能怎样？天下替死鬼多了去，不差他这一个。如果他是老六，杀了不远；假如不是，等将来抓住郑耀先，你们再给这个人证明就是了。这对贵党有什么损失吗？不就是一颗子弹的事儿吗？徐百川，你以为我们和国民党一樣嗎？岸上一點墨，民間千點血，是嗎？共產黨絕不會草菅人命。徐百川，我再問你一遍，你不願意當面指認鄭耀先嗎？你再這樣下去，只能是將你的去，將你死。这是干什么？为了兒子，我該說的也都說了，我該做的都做了，早已經沒有了尊嚴，唯獨就是對老六。求你們，真的放過我，給我留一點臉面。最後的一點臉面，行嗎？我想講一個故事。麗麗，是跟我說話嗎？看見桌上的蘋果和蘋果皮了嗎？我剛才犯嘀咕呢，這個是什麼意思啊？這個挺新鮮的。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審人的，這個聽都沒聽說過。我想講的就是蘋果和蘋果皮的故事。啊，你要講，那我就聽，我不聽也得聽。就這麼一間房子，我總不能把耳朵都堵上吧？在孤島時期的上海，當年軍統玩得很瘋，殺漢奸、殺叛徒、殺罪惡的日本人。有一次，我掛了彩，被日本憲兵圍追堵截，我和他躲進了虹口的下水道裡，一躲就是7天7夜。
他是谁呀？就是靠着几个苹果，他吃皮，把肉给我，硬是让我活了下来。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他是谁。你是军统四哥徐百川，他是你的六弟郑耀先。如果你是他，10年过去了，苹果和苹果皮，你先选，你选哪个？啊，我怎么能是他呢？如果你是，哎，这可不如果不来，我是周志前啊。如果你。好，那如果我是，我选苹果皮。你认识我吗？我認識啊。哦，我是在檔案上認識您的，那上面有您的照片兒。你現在好像比過去胖了那麼一點點。我是胖了，身材也變了。以前我是四哥，現在我是徐百川。那個徐先生，我想問你一件事兒。很多人都說我長得像鄭耀先，您是親眼見過鄭耀先的人，您覺得我跟他長得像嗎？不瞞您說啊，就是因為我這個跟他長得像，我可沒少吃苦頭。就是因為跟他長得像，我才被帶到這兒來。你太太和他太太長得很像，其實那不叫像，簡直就是一個人。你見過我老婆？見過照片。啊，她人長得好看，不上相。不上相的，可惜再也見不到了。他毀容自殺了。徐百川，你在串供！等一會兒，看在我一直很配合你們的份上，能答應我一件事嗎？什麼事兒？就是這個，帶走。走。我老婆，她真的死了。他是自絕於人民，這是真的。信則有，不信則無。
林桃自杀了，郑耀先哭得惊天动地。面对这个以死来保全丈夫的女人，自己之前对林桃的那一丝担心，顿时让她无地自容。林桃一生珍爱自己的容颜，最终却亲手将她毁得一塌糊涂。郑耀先痛彻心扉，他平生第一次对生存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周志前，你的逮捕令下来了。能不能放我出去？你说什么？说梦话呢？我老婆死了，我女儿才4岁，这跟哪儿吃跟哪儿喝，晚上都睡在哪儿。那巷子里的小男孩老是欺负她，还有她妈妈死的时候的样子，她看到没有？是不是受到了惊吓？这要吓出毛病，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周志前，这逮捕令上写了，你犯的是历史反革命罪，想出去，玩了没有？你在逮捕令上按手印。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你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打过共产党，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不假，但我打的都是日本鬼子，我没有打过共产党。你按不按？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你按不按？我不能按，我不是反革命。我打的是日本鬼子，我不是反革命。我打的是日本鬼子。你怎么能强迫我把手印给按了？你们强迫谁？我不是个反革命。此时，郑耀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要不认这个历史反革命罪，就必須承認自己不是周志前。但他不是周志前，就說明他就是鄭耀先。他敢承認自己是鄭耀先嗎？人生在世30多年，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了。不是周志前，也不是鄭耀先，那他應該是誰呢？怎么了？四哥降了共党，消息是真的吗？是真的。上面还有保密局的暗语。电报上还说，徐外生早就有变节的念头，要不共党特工不會在那麼快的時間內在香港的新界找到並擄走他的兒子。你說四哥他……你不是對一件事情表示奇怪嗎？為什麼共黨總能找到我們軍統的落腳點，而且是全城大搜捕？
把我们连锅端。我想就是这个徐百川，他把我们当成了他投靠新主子的政治资本。可惜了，简直。六哥呢？台湾有没有提到六哥？怎么了？这是？不管你们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先听我说。我用你们的电台收到台湾内调局发来的一条消息，想听吗？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知道一个叫剃刀的人吗？你要是不想回答就算了，就当我没问。她是六哥的女人，当年跟六哥一起失踪了。你知道她的下落？她死了，几天前自杀的。我想说的是，被党国遗落下来的人，军统中统的比比皆是，山穷水复，怎可能柳暗花明？那六哥呢？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搞清楚！要是共党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炸掉整个山城，让所有人踢掉鼻子！公硕，还想不想听我说？你说。你这样我怎么说？根据台湾内调局发来的消息，说共军山城的公安局看守所里面关了一个叫周志前的人，这个人是剃刀的丈夫。至于跟你们那个六哥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就凭我们是他的兄弟，就凭我们的直觉。就算我相信你们的直觉，那你们的直觉能救他吗？保密级的山城总部，也就是现在的共党公安局。你告诉我，六哥关在什么位置？想劫狱？还有别的选择吗？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几条枪，也敢打共军要害部门的主意？当年我单枪匹马，我也照样敢闯日本鬼子的宪兵队。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失手呢？这责任誰來負？人死鳥朝天。混到這種地步了，再壞還能壞到哪兒去？小安，讓兄弟們全體出動，3天之內務必查清六哥的下落。好。請問龔長官，共軍的公安局那可是戒備森嚴，別說你，恐怕連隻蒼蠅都飛不進去吧？現在不是中華民國了，不是你公樹明目張膽收拾我們中統的時代了，弟兄們的命也是命。你覺得我是輕易冒險的人嗎？以你現在這個地位，我想也不應該。那你就哪兒涼快哪兒待着去。衝鋒陷陣是我們爺們的事，你個小娘們總跟着瞎摻和什麼呀？你說什麼呢？等男人死光了，你再瞎折騰也不遲。你，哎，我這是為你好。你不原來是搞那個宣傳工作的嗎？那你就唱唱歌，跳跳舞，收個快板書，念個打油詩，給兄弟們鼓舞一下士氣，全當我們的出師表了。我這還有事兒，進來，走。別，你這要幹嘛呀？我要被韓冰同志氣死了，你管不管？你這個介紹人怎麼當的？噓，你要幹嘛？看什麼看？大敵當前的，同志們都在忙任務，你也不顧一點影響。我不管，這次我說什麼也要請組織為我做主。你們倆怎麼了？我也是紅軍時期的老黨員了吧？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吧？你們倆吵架了？吵架就好了。可人家告訴我說，他現在根本就不想考慮個人問題。就這事兒？那還能有什麼事兒？你倒是說話呀！老戰友你都不幫，你還有沒有階級感情啊？你讓我說什麼？那該怎麼說怎麼說。你是領導，你代表組織為我和小韓牽線搭橋，這就是黨的決定。是你自己在娶老婆，關黨什麼事兒？我是代表組織給你們牽線搭橋，那是出於好意吧？是體現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
可不是包办婚姻。你别拿鸡毛当令箭啊！参加革命的早晚，能跟觉悟划等号吗？早知现在，当年我也要求到延安，我才不想干这地下工作者的活呢。不了解的同志，还以为我们有多麼享福，住在大城市，吃香喝辣，西装革履，街頭的時候還可以下舞池、看電影、喝牛奶、坐沙發。可有誰知道這風光背後的苦？每次出門的時候，就覺得這次肯定是回不來了，還敢結婚嗎？就算想結婚，也得有人找啊！找個組織內的女同志不合適，找組織外的就更不合適了。碰上為掩護身份搞個假夫妻，可這女同志沒準就是你的哥嫂、弟妹，甚至是上級領導的愛人。別抱怨了，你就沒問問韓冰到底看不上你哪兒啊？就算他這一點是最讓人生氣的，我當時就問了，我說你到底不喜歡我哪兒？只要你說出來，我就改。如果不改，我就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他就是不說，打死也不說。他就像革命義士，我就像那逼供的國民黨。真不愧是搞情報的，那嘴嚴的，就連撬棍都不好使啊！別扯這沒用的。他拒絕你的時候，你是不是跟人急了？他現在就是活祖宗，誰敢和祖宗急？要我說呀，你也是自討苦吃。陕北的時候，有多少幹部想攻下韓冰這個山頭啊？結果都是無功而返，氣得一位首長1禮拜沒吃飯，一時成為笑談呢。誰讓你非要啃這塊硬骨頭呢？這屋子保持了林桃死的樣子，之後就沒人再動過了。這女人很會過日子呀，心很細。臨了把家收拾得這麼齊整，被子疊得好好的，連大人和孩子的衣服都洗了。就是死的時候，把臉弄得一塌糊塗的。咱們有個女同志看了她死的樣子，到現在晚上睡覺都不敢關燈。看得出，林桃捨不得這個家，捨不得孩子，她也深愛着自己的丈夫。這有啥不正常的？這當媽的總喜歡給自己娃留點啥。我媽死的時候就給我留個祖傳的影像圈，說等我有了娃再繼續往下傳。問題就出在正場上。你看這屋裡什麼也不缺，什麼也不亂，相反的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壺裡有燒好的開水，醃好了一壇泡菜。一切都是有條不紊，不慌不亂，從從容容。但是這行字卻提醒了我，周橋嫁妝。這說明林桃知道自己身遭不測，她這是在托付後事。她是怎麼知道的？抓捕她可是咱們臨時決定的。這就是最大的疑點。第一，她怎麼知道自己暴露了？第二，他為什麼會選擇自殺，而且以這麼極端的方式來自殺？因為娃唄，他死了，周志前就保住了，至少娃還有個爹。這麼大的孩子，更需要的是母親，不是父親。如果僅僅是為了孩子，他保周志前，還不如保他自己呢。以他的罪，只要他坦白交代，配合政府，是不會就地處決的，有可能還會特赦了他。那是為啥呀？他的死肯定另有隱情。
或許是在他知道自己暴露之後，又遇到了什麼情況，而這種情況迫使他走上了絕路。韩科長，人家说碎娃不会撒谎，他家不是有个女娃吗？也許咱能從他身上找到答案。我見過那孩子，也就是4、5歲的樣子。咱們現在就去找他。據說案發當時，那孩子不在家。這女人眼窩子就是淺，不忍心了。哎，那孩子現在在什麼地方？被一個當過妓女，名叫秋荷的女人收養了。妓女？就住附近。有派專人守候嗎？一個妓女，咱盯她幹啥？要不我趕緊調人去。恐怕來不及了，有人要鑽空子。小龟兒子，看啥子？去給你妹妹啊打一盆洗臉水去啊！快點！哎呀，我們喬兒啊，就是一個林黛玉，是不是？看這小臉哭的，村路。秋荷媽媽，你的耳環咋沒了？耳朵上留了2個小洞洞，很難看的。秋荷媽媽都這個歲數了，好看難看有啥子區別呀？哎，人老了，再想要指着這張臉吃飯啊，那就是空袋子力不直。再說了，咱這新中國也不讓啊，是不是？秋荷媽媽那個耳環上面呀，全都鑲了金子，沒用。還容易遭壞人惦記，還不如啊把它給當了，給咱們喬兒換一件新衣服，好不好？啊？為啥子要指着臉吃飯？秋荷媽媽的臉能吃嗎？秋荷媽媽的臉不能吃，可是咱小喬兒的臉能吃啊！小龜兒子，過來，老娘可是幫你把以後的媳婦兒都找着了啊！你呀，這能不能給老娘養老送終啊？就看你的良心會不會被狗吃了啊！看，喬兒妹妹好不好看啊？漂亮。是這家嗎？沒錯，是這家。就在這兒，注意警戒。好。守住巷口，注意警戒。有恩客登门了。啥叫恩客？去了，快去拿菜刀，快点！赶明账，去！你们怎么知道外面有人？我不是坏人，要是我想动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玩具。先生，筒子被哪個處的？连這個你都知道，不簡單啊！哎呀，這飛賊出入啊，從來都用不着打招呼。共產黨進出呢，
全会前敲個門兒，就你們統字輩的，乾脆直接往人屋裡闖。你還沒回答我呢。哎，你怎麼知道外面有人？別說您這麼個大活人了，就算是我窗戶外頭飛只蒼蠅，那是公是母的，也逃不過我的鼻子呀。他是你什麼人？我娃娃呀，這還看不出來啊？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我就是個婦道人家，我要知道那麼多，幹啥子呀？哪儿見過？啊，我兒子这在街上啊給人擦皮鞋的，迎来送往的，恐怕是見過。这孩子我要带走，他不能留在你这儿了。您这啥意思呀？咋的了？我还亏待娃娃了？啥子叫他不能待在我这兒了？您要知道哈，我這兒是窮，可是我也從來沒有嫌棄過多一雙筷子呀。我就實話告訴您吧，這娃娃在我這兒呀好得很。我這要是有一塊肉，我全都給我閨女兒吃。我們家要是熬一鍋粥啊，肯定都是閨女兒喝稠的，我跟君寶啊，我們倆喝稀的。這賣娃娃的事兒我可幹不了，您別說給金條了，金山都不行。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你也應該清楚，這孩子不能待在共黨的地界。先生，啥叫共黨的地界？都解放了，這全天下都是共產黨的，咋的了？共產黨還能為難這麼個小娃娃？我不信，反正啊，沒他爸開口，周橋就待在我這兒，他哪兒都不去。叫周橋？咋的？你連這娃娃叫什麼名什麼都不知道，我就更不能讓娃娃跟你走了。誰知道你是好人？如果我一定要帶走呢？什麼情況？有2個男的過去了，其中一個就是那個王八蛋公樹。太好了，我來打頭陣。別廢話。先生，這娃娃剛沒了娘，這現在爸也找不着了。你說你要把他帶走，你到底帶他去哪兒啊？啊！再說了，這萬一過陣子他爸回來了，跑我這兒來上門來要人了，這我給不出人，你讓我咋交代呀？是不？你要是把他帶走，你先把我殺了。公叔，韩科长，久違了。馬小五，你的韓科長可是在我的槍口之下，別衝動當二桿子。小子，我勸你把那破銅爛鐵放下。我敢保證，不光我的腦袋比你的腿硬，就連我這子彈也照樣比你快。狗日的王八蛋！當年你打傷我的腿，在部隊上笑死我，好幾年不敢抬頭做人。我發過毒誓，我馬小五這輩子不找對象可以，不抓住你公樹不成。我真是可憐你，我還就告訴你，
你就算是打一辈子光棍，也别想摸到老子一根汗毛。公叔，你不敢对我开枪。小五，马小五！你机关算尽也奈何不了我。我的人来了。可以啊，韩冰，保险都没开，就敢拿枪顶着他的头啊！你这人太啰嗦了，换作是我早開槍了。看來我又賭贏了啊！這可是國難以來兄弟我繳獲的第一把公道的槍。別用這種輕蔑的眼神看我，男人就經不住這個。那你打死我好了，對你我不會有第二種眼神。激將法，我還就不打死你，因為你是我的籌碼。你想用我來交換周志前？不行嗎？不行，我的分量不夠重。可在袁副主任眼中，你比貴黨主席還值錢。公叔，以後再去哪兒，跟兄弟們打個招呼。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要不是嚴娥說的呀，兄弟們上哪兒找你去啊？你以後別再那麼鬥來鬥去的了，便宜了共產黨，多懸呢。懸嗎？來看看孩子。這就是六哥的女兒，這孩子現在不願意跟咱們走。你們放心，這娃娃跟着我，我人在，娃娃就在，我人不在了，娃娃也在。與其讓孩子跟着咱們東奔西跑的，有上頓沒下頓，還不如讓他在一個好人家。我看這女人雖然幹過內營生，面相還善。走吧。等一下。把這個留給孩子吧。這是什麼？這是從他家裡拿出來的。瞧。走，走。血，爸爸流，好多血，好多。爸爸流。喂，陈局長，出事了。怎麼回事？說。剛剛從第一人民醫院得到消息，馬小五身負重傷，生死未卜。韓冰呢？據馬小五斷斷續續的講，韓科長被公使劫持了。這個怎麼辦啊？你先別着急，我能不急嗎，江湖政委？軍統這幫特務
在過去那些年代里，在渣滓洞看守所是怎麼對待我們被捕的同志的？小韓同志是進了魔窟，他還是個年輕同志，你要我不着急，就能做到嗎？事情已經出了，你急有什麼用啊？我命怎麼這麼苦？我地宫生涯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曾默仪、江心還有陸漢卿，讓鄭耀先那個王八蛋給殺害了，而韓冰居然又落到鄭耀先的爪牙公署手裡。我現在就去看守所，把那個敢自稱自己是周志前的人拉出來毙了，我一拳崩了他！给我回来！你這是要幹什麼呀？你喜歡小韓，可他還沒考慮好呢。打起仗來流血犧牲是常事，你這個人怎麼就這麼沉不住氣？你這是在我面前，在同志面前，你可不能这樣。你是革命幹部，事實上小韓一見你就躲，你攔着門不讓人家走，人家跳窗戶。別說老蔣，我告訴你，我就是喜歡小韓同志，我就是喜歡韓冰同志。我話放在這兒，一旦有了他的下落，我要頭一個衝進去搭救他，然後再跟他結婚。我發誓。剛才最後一講是北京時間7點整。哎，藍萍同志你好哦。哎，您好。播報時間。咋個還退不了女喲？鍾大夫啊，積極報名參加了醫療慰問團，奔赴朝鮮前線為戰士們看病療傷，恐怕還得過些日子才能回來呢。要得，終於上好樣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公民都是一份子嘛。對頭。哎，我還有點事，改天再來看你哈。哎，好嘞，您慢走。好。吃了嗎？我沒想絕食。是嗎？還給我飯吃，利用我當人質逃離了秋荷家，我的功能已經使用完了。有沒有完，你說了不算。人民政府是不會和你談判的，想拿我來交換周志前。依我看，這純粹是剃頭挑子一頭熱，你一廂情願。你要是完全沒有用了，你這飯就不是在我這兒吃，應該是在閻王爺那兒吃。放心吧，我今時不同往日了，糧錢有限，我不會平白無故的給自己多加一張口的。過幾天周志前就會被轉送到監獄裡去，不用我說，那裡的防範肯定比公安局看守所要嚴。你為什麼跟我說這個？憑你的腦子還需要我告訴你答案嗎？哎，你這樣的女人，在你們共黨裡，應該算是珍稀動物吧？在國民黨中，像你如此狡猾的男人，我生平也僅遇到過2個。還有我六哥？我就不說他了，我說你。明知人民政府不會和你交換，卻還留着我，這不就是你的陰謀嗎？哎呀，被你看出來了。雖然你不能利用我來要挾人民政府，卻可以擾亂公安局辦案人員的判斷和思路，對嗎？雖說你們宣稱你們是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我們如今是勢單力薄。你們是在做垂死掙扎。其實苟延殘喘，以息尚存，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說不定在哪個犄角旮旯裡就有我們的耳目。國民黨已經窮途末路了。哼，否極泰來，山窮水復，終會迎來柳暗花明。你是見了棺材都不落淚。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
六哥曾经说过，你是迄今为止最让他头疼的对手。他还夸我什么？说你能看穿他的心思，承蒙他的夸奖。哎，那我现在在打算什么？你能看得出来吗？你打算进入公安局救出周志前，在劫持我的那一刻，你已经有了这个想法。理由呢？周志前一旦被送到监狱裡去，那裡固若金湯，你恐怕連半點機會都沒有，半路劫囚車更不可能。他不但會被重兵押送，而且轉送時間、行車路線都是機密，連我都不知道，你又怎麼會知道？況且，公安局離監獄只有1個小時的路程，你們這麼幾個人倉促之間又能有幾分勝算？恐怕還沒等你們接近囚車，周志前早已經被擊斃了。下面呢，我來聽你說吧。還有一種可能性，你們撒下香饵，引我上鈎，我不但沒救出人，再搭上幾個，賠了夫人又折兵，我就不會幹那傻事兒。所以最有效直接的辦法就是潛入公安局，那裡是你們曾經的反攻基地，你們輕車熟路，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樣。相比之下，成功率要比劫囚車高。問題是，我們如何進入公安局呢？如果我猜的沒錯的話，首先你會分散公安局的警力，比如說行動當天在山城多製造幾起惡性事件，殺人放火本來就是你們的長項。一旦公安局的警力被分散，你們會從防空洞入手。我看過建築設計圖，有一個防空洞緊鄰看守所，它的另一端出口在公安局的外面。老鼠愛打鬥，你們已經習慣了和他們一樣的生活方式，在陰溝裡興風作浪是你們的強項。還有呢？還有就是我的去留問題，無論你成功與否，你都不會讓我在這個世界上好好活着，因為不管是誰都不喜歡給自己平添一個對手。就算我僥倖活下來，我被你俘虜過，我的政治生涯一旦完結，對於你我活着跟死了一樣。在這二者中做選擇，我相信你鍾情於後者。我突然想起六哥說的一句話。哪句話？你不太像個女人。我今天一樣可以回答你，我為什麼一定要像個女人？